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的炭治郎几人来到虫柱蝴蝶忍的地方进行休养以及训练，养好伤的炭治郎为了询问关于火之神神乐的事儿，便决定去问问岩柱炼狱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环节。养好伤的三人组向众人告别后就出发了，已经到了任务集合点，但上头的指令却还没下达。这时，一名叫无限的奇怪生物引起了猪头的注意。看着这个庞然大物，猪头直打哆嗦，还以为是正在睡觉的当地地主。我晕了。炭治郎这时候也站了出来，这也有可能是当地的守护神，好吧。除了善意，另外两人都是土著人。这时猪头控制不住，直接向他发起了猪突猛进。听到动静的卫兵赶到，发现几人还带着佩刀，就要抓人，三人只有落荒而逃了。原来鬼杀队并不是政府公认的组织，所以佩刀之类的还是得藏起来。猪头这下好像也听明白了。接着收到指令，三人得搭上刚才那名为无限的列车，就能碰到已经上车的岩柱炼狱。于是三人便进入了列车内部，一上车就听到了复读机的声音，果然这便是岩柱炼狱先生。炭治郎立刻就向其询问了火之神神乐的事儿，但炼狱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，然后就结束了话题，直接开始收继子了。我靠，这对话也太随便了。接着又开始向炭治郎讲述了呼吸法的由来，果然这人的思维有些跳跃。而这时列车也终于开始启动了，炼狱这时才告诉几人，这列车上有鬼。而且列车上已经失踪了40个人，之前派来的剑士也都失踪了，所以才派来了岩柱。话音刚落，列车里的检票员上前来检票了，但炭治郎却闻到了不好的气味，但没来得及思考，鬼就出现了。炼狱果断一招炎系一之刑，不知火没有武，就将这只鬼斩首。随后三人组便化成小迷弟拜师，被热心肠的炼狱大哥通通收下。而前一秒几人还在高兴的手舞足蹈，下一秒就全部睡着了。车头上下弦之一岩梦出现了，原来他利用梦境控制了列车里的人，而炭治郎几人就是因为列车员捡回的票引发了鬼术，从而陷入了沉睡。杀气和鬼气很有可能会惊醒几人，所以只有靠这几个被控制的普通人，只要他们用绳子将自己和对方连接起来，就能进入对方的梦境，再破坏掉其中的精神之河，就能让几人变成行尸走肉。而这时沉睡的几人还毫不知情，沉浸在自己的梦境里。山叶正在梦里和祢豆子手牵手，享受着没有中间人的二人生活。猪头在梦里则成为了猪大哥，手下有万雄、通之狼、松鼠、秋叶以及白兔、祢豆子。洞穴探险队出发了。梦境里，炼狱正在向父亲报告自己当上柱了，但父亲还是一贯的冷漠和颓废。从前同样身为岩柱的父亲，曾经也细心栽培炼狱和弟弟，自从母亲去世后就变成了这样。但炼狱同样鼓励着弟弟，永远都要心怀燃烧般的热情，就像他一样。炭治郎刚卖完炭回家，门口站着的是自己的弟弟妹妹，他本能的一把抱住了两人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嘴里重复着对不起。但这仅仅是出于身体的本能。回到家，很快就和家人融入到一起，完全将梦境和现实搞反了。但这或许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现实。回到现实里，渣女甲已经连接炼狱进入了他的梦境，并很快就成功找到了梦境的边缘，而精神之河就在这外面。破坏了墙壁后，果然就找到了精神之河，但正当他要下手破坏的时候，突然就愣住不动了。原来在现实里，炼狱察觉到了危险，身体出于本能的抓住了渣女甲的本体，而受到本体的压力，渣女甲已经动不了了。另一边，炭治郎向家人问起了祢豆子，得知祢豆子去摘草药去了，直接脱口而出：“这可是大白天啊！”但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炭治郎也一脸懵。而出门时又看到门口森林里奇怪的木箱子，但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紧接着到河边打水，水里的自己一把就将他拉下水，并让他快醒来，这都是梦。炭治郎自己告诉了自己真相，但是知道这一切的他又该怎么出去呢？回到现实，祢豆子被晃得摔了出来，看到眼前的状况一脸懵，而一旁的哥哥在不停地喊着快醒来。他赶紧上前试图叫醒他，并使出了头锤，但他可能不知道他哥的头是铁做的，但他偏不信邪，接着撞。这下头上的血碰到了炭治郎，直接燃了起来，而梦境里的炭治郎也同样燃了起来，并逐渐令他的队服和日轮刀都呈现了出来。他意识到这是祢豆子的血，他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但这时却碰到了梦境里还是人类的祢豆子。看着从前的祢豆子以及大家，炭治郎这一刻真想永远留在这里，但他必须面对现实。而这时躲在炭治郎梦境里的渣男甲也打破了梦境的边缘，但却被眼前无边无际且温暖的场景惊呆了。
而此时在猪头的梦境里，渣女乙河没找到，反倒被猪头追着满地图跑。另一边善意的梦境边缘外一片漆黑，渣男乙只有摸着黑找河，但身后突然出现了剪刀手善意，差点没吓死他。在善意的梦境里可不允许出现祢豆子以外的人，我去，好男人。回到炭治郎一边，父亲的身影也出现在他背后，提醒他，不管是父亲还是祢豆子的箱子，以及水里自己的倒影，实际上都是出于炭治郎自己本能的察觉才出现的。而他也要做出决定了，必须赌一把，于是果断的进行了自刎。果然他成功了，而手上的绳子也被祢豆子用血烧断了。其他几人都还在沉睡中，并且都被人用绳子连起来。炭治郎也不敢贸然用刀切断，于是便交给了祢豆子。随着火焰烧断了绳子，一边试图叫醒几人，一边哄哄祢豆子，但可惜两人还是没能醒来。而炼狱这边，渣女甲倒是醒了过来，并直接向两人发起了攻击。这时炭治郎才知道，原来这些人并不是被控制，而是自愿的，他们都是一些想做白日梦的烂人。而另一边有一个却不一样，那就是负责炭治郎的渣男甲。原来他是被炭治郎的梦境打动了，在那里作为炭治郎化身的发光小人，牵着他的手，帮助他找到了精神之河。在这一刻，他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，将他昏暗的心重新照亮了。炭治郎果断出手，将另外3人打晕了，在少年的关心下出发寻找隐藏在暗处的岩梦了。跳到列车顶上，炭治郎终于找到了岩梦。眼下的这位便是12鬼月下弦中最强的一位岩梦，也同样是唯一剩下的下弦。因为在不久前，鬼王无惨召集来了所有下弦鬼，没错，这是伪装成女人的鬼王。因为下弦之舞累得被杀，导致令他觉得下弦鬼都太弱了，就要在此解散下弦，也就是通通抹除掉。而岩梦则因为是一个十足的抖妹，而被鬼王看中，并赐予了更多的血，令他变得更强了。看到眼前的炭治郎，岩梦这才发现这个人耳朵上挂着耳饰，正是鬼王通缉的人，杀了他就能获得更多的血，而这样说不定就可以向上弦鬼发起换位挑战了。这时炭治郎也不跟你废话，直接使出水系十之行，想速战速决，但却被岩梦的血鬼术打断了，又要陷入沉睡了。但炭治郎刚闭上眼又醒了过来，原来他在进入梦境的一瞬间就自刎了，所以立刻就醒了过来，并且岩梦使炭治郎做的是噩梦，在梦里家人对他冷言相对，并指责他。这样的梦令他彻底愤怒了，因为他的家人是不会说出那样的话的。水龙缠身，瞬间冲到岩梦面前，一刀斩首。但炭治郎并没有松懈，因为刚才的一击几乎没有任何手感。果然岩梦并没有死，他的身体早已和这辆列车融合了，现在整辆列车全都布满了他的血肉，而列车里的200号人全都要被他吃掉。还没等他说完，炭治郎一刀就砍了过去，但岩梦却融入了列车内跑掉了。这时炭治郎就麻烦了，他将如何保护这整整200号人呢？孤立无援的炭治郎在车顶上嘶喊着，其他人要是还不醒来，车上的人就要凉了。而这时列车里有人回应了，听着嗷嗷几声，果然是猪头，但貌似还没出戏呢。炭治郎赶紧告诉了他，车里全是鬼，必须保护大家。猪头一愣，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自己完全有资格当老大嘛。回到车厢里，看着满车厢鬼的躯体，猪头使出一招 AOE 技能五只牙狂牙战裂，将这节车厢的人全部保护了下来。而另一边祢豆子也在努力保护大家，但没多久就被肉块缠上了，眼看着就要被包裹住了。而这时善意的代练哥终于上线了，谁都不准动我的祢豆子，一招霹雳一闪就解决了这节车厢的所有肉块，把祢豆子都看吃了，但立马又打起呼噜来。在另一节车厢里，炭治郎听到了响声，但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，而后方的车厢自己根本来不及去救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而这时列车似乎受到了猛烈的撞击，令炭治郎翻了个跟头，紧接着炼狱先生便出现在他眼前，但来不及交换情报，炼狱就表示这辆火车有8节，他将保护后方5节车厢，剩下的3节就交给善意和祢豆子，而炭治郎和猪头则需要去找出车厢里岩梦真正的首级。还没等炭治郎反应过来，炼狱一瞬间就消失在原地，而车厢里只留下一地火焰。原来刚才列车的晃动就是炼狱移动时产生的震荡。我靠，这也太强了！炭治郎果断呼叫猪头，但猪头貌似也收到了炼狱的指令，虽然被指挥了，但又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所以一早就在车厢顶上搜寻，并且已经找到了岩梦的弱点所在，那就是标有无限2字的列车头。猪头率先破顶而入，而列车长似乎也被控制了，四面八方长出无数怪手想拦住猪头。就在猪头陷入困境的时候，炭治郎也赶到了，并闻到了正下方有强烈的鬼的气味，岩梦的首级就在这下方。猪头果断一招利刃对劈砍向地板，果然裂开的地板下面一段巨大的颈椎骨出现了。
炭治郎立马就发起了攻击，但却被疯狂长出来的肉块挡住了，并且地板上的切口瞬间就合上了。炭治郎这才意识到必须两人相互配合，一人切地板，另一人迅速斩骨。但这时四面八方的肉块上都长出了眼睛来，这是研磨的血鬼术。刚提醒猪头自刎的法子，就两眼一闭，随即立刻又自刎醒了过来。但醒来后一睁眼又中招了，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中，不断的沉睡自刎，再沉睡再自刎。但这一次却被猪头拦住了。原来这一次是在现实里，炭治郎差一点就真的自刎死掉了。而猪头为什么没有中招呢？原来戴着猪头面具，这些鬼眼不好分辨他的视线在往哪儿看，看来猪头套关键时刻还是挺有用的。但这时列车长居然偷袭了炭治郎，一刀就刺进了炭治郎腹部。炭治郎强忍着剧痛打晕了他，并叫猪头赶紧行动。紧接着猪头一招四只牙碎刃飞飞，又切开了地板。炭治郎知道必须使出全力了，火神再一次降临，一招碧螺天落在脊椎骨上，直接连带整节车头都给砍断了，也意味着岩梦也被成功斩首了。这时整辆列车顿时冒出大量肉块，这是岩梦死前最后的挣扎。眼看着列车就要翻了，而炭治郎居然还在担心列车长，自己死了列车长就成了杀人犯，所以自己不能死。我去，这也太……好吧，最终还是翻车了。猪头和他口中的三太郎被甩出了车外，炭治郎终于撑不住了，但还在让猪头赶紧去救列车长。而猪头气得恨不得那货已经死了，但在炭治郎的再三拜托下，他还是去救他了，虽然可能要拔光他的头发。而一旁正在死去的岩梦也说着最后的遗言，他后悔没有先吃掉车里的人，本想着一次性吃光的，到头来却几乎被他一人全救了下来。还有那明明还在沉睡中的黄毛，和同样是鬼的丫头，还有那个砍下自己头的小鬼，以及一只捣乱的猪。最终他还是看清了自己下弦的实力，终究还是达不到就算面对猪也不在话下的上弦鬼，他们的强大和自己根本不在一个次元。说完遗言就随风而逝了。另一边炼狱也结束战斗出来了，并告诉炭治郎怎样利用呼吸法压制住伤口的流血，并在一旁一步一步的教导他，帮助他。学霸炭治郎一点即通，成功止住了血。炼狱还告诉他极致的呼吸法能办到很多事儿，并鼓励炭治郎继续努力。看着宛如太阳般的他，炭治郎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家人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引起了爆炸，一名神秘人出现在两人眼前，他的眼里同样刻有12鬼月的标志，上弦之3一窝座来袭。上弦和柱的战斗即将展开，究竟岩柱炼狱能否战胜这上弦排号第3的强敌呢？而炭治郎几人又该怎么办呢？到这里，本期鬼灭无限列车篇上就先到这里了，因为本片细节实在太多，一起讲完太勉强了，所以之后还有无限列车篇下。先透露一下，在启灵看来，下篇内容堪比动画《封神记》19集，启灵正在爆肝制作。喜欢本期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一下哦，这里有各种动画、漫画的解说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是启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